我现在特别希望能下大雨，因为只有一下大雨，它这个设备才出现故障。这是一个冷库的控制箱，现在没敢送电，因为昨天晚上出现了故障。什么故障呢？设备在运行的时候，它显示电流异常。看一下出故障的时候，它截的屏 A、B、C 三项的电流，2个大1个小，而且是变化的，所以不敢开了。让我过来看一下什么原因。那个电流是压缩机运行时的电流，这3根线接的压缩机。去看一下压缩机，大家可以猜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电流不稳。这就是那个压缩机，电线从上面下来的，然后它压缩机是新换的，因为出现这种情况，怀疑压缩机不好，换了新压缩机还是不好。奇怪的是，平时怎么用这个设备都没问题，只有在下雨的时候，下大雨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拿出我的 S470， 是不是压缩机的线路漏电呢？他们怀疑线路漏电，那就测一下压缩机的3根线是不是有漏电的现象。这3根线直接对地测量，看一下表针啊，表针摆动到头，很明显是漏电的。测其他2根线也是，显示是漏电的。是这3根线漏电还是压缩机漏电呢？得把压缩机那一头拆开，看看是谁在漏电。这头他们把压缩机接线这一块拆开了，他们用摇表摇过，压缩机是没问题的。3个线头拆掉以后再去测量，还是测量这3根线对地，第1根、第2根都没摆动，表针没动。测这一项，对地是漏电的。3根线只有1根线测的是漏电的，再过去看一下是怎么回事。有1根细线和压缩机的电源线接在了一起，用表仪测这个细线是漏电的，是接地的。测的这个细线漏电其实是不是漏电，这路它是有回路的，它是个零线回路，它和零线形成回路，所以说测的和设备的外壳它是摆动的，表针是摆动的，这是正常的现象。它这里有零线，过了一路零线。它有零线过去，电流不平衡，它不一定是细线造成的。不应该是不是细线，它细线怎么能达到那么的高电流呢？那肯定，那边只是一个220的。因为它这边连着零线，所以说在那边怎么测它都是对地是漏电的。对。而且接触器也是新的。都新的，就是整个都是新的，它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？为什么说下雨的时候才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？和下雨有关系？一般下大雨那种很急的那种雨必出问题。很急的雨必出问题。这几次都是下的很急，来了都没法修的那种。你出问题的时候，这3项电对地都是238。我就是能用这个东西测的。对地是吧？这3项都一样。那不是漏电造成的呀。这换新的了，压缩机换新的了，这个线又没问题。那就是当时换他也不敢确定坏没坏就直接换新的了。然后那这表有问题。就是说出现问题的时候，用前表掐这3个的电流。我没掐过。我没有你那个东西。没有。等到接上线送上电看一下。那边好了是吧？确定了。确定。啥都接上了是吧？那肯定。那就送上电开一下看看吧。看一下电流怎么样。只要启动起来，测压缩机它的电流没变化。哎呦，吓我一跳。现在都正常。24。ABC 23、22、23、22、21点多，还行啊。没问题。电流还可以，没有出现大的变化。他们说只有在下很急的大雨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电流异常的情况，所以我怀疑它这个表不好，是表的问题，或者下雨进水了。不过它控制箱里边确实有水，当时下大雨的时候，它这个屏幕数据应该是有保存的，看能不能调出来。
A 项94、20、80，最低最小。那明显不正常。还有0安，对，79、0安、60安。这是当时压缩机正常转是吧？这时候应该在转，我看正常转。开启的，开启。嗯。你看，这应该我就关机了，关机他又让我开一遍，我又开了一会儿。50、65、21。看这是30。这也出现了，其实115安呀。正常状态这个19安。昨天晚上下大雨，那个时候正在下吗？那是。对，这是在下。115安。115安现在停了吧？最高。还在开启，它还在运转。还在转，正常转。对。转的正常的，达到115安了。对。你看，这是之前的。正常是20、19。再往前应该还会有。那表不好。20、19，它一直都是20。表不好。要么是这传感器一般很少出问题，要么是传感器的问题，要么是它的问题，这俩有一个。应该就是这个表湿了。这个表脑子有问题，它也显示进水，有可能进水。不可能，它 A 项100多安，B 项0安，C 项70安。这个线压缩机这多粗的？这是6个的，压缩机正常运行，而且线一点都不热。不热如果我在这儿的话，它100多安，应该这个线就糊了吧？这个线会热，所以说它是误报了，一点这个热的痕迹也没有，热过的痕迹也没有。怎么地它也得变个色吧？对，它就是如果是对地漏电的话，你测电压都不一样表有问题。我认为是它的表有问题。这种情况大家怎么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多多指点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。设备启动不了，他们自己换了个开关还是不行。你换了什么呀？这个刚换2个开关，换开关。一开始响了一下，也不好使。这2个是启动停止。对。你换了哪一个呀？这俩都换了。这2个都换了。这个也坏了。这刚换的开关，我怎么感觉换的不对呀？就是摁不好使呗。没反应。好，我看一下。找一下它设备的配电箱，在这儿。我看了，它这几个按钮开关都是常开触电，都是一按就接通，这有点不符合常理呀。我在想它里边的控制电路是什么样的，可以打开看一下。里面是普通的交流接触器，这就是基本的启动停止控制交流接触器吸合和断开的电路。看到这了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也就是说他换了这2个开关，停止开关他换错了，他换成了启动按钮。这个你换的那个开关呢？拿过来我看一下。这是换下来的一个。对，这个也是换下来的。这个呢？这个是这个。这个也是换下来的。对。原来的停止按钮坏了，买了个新的，换上结果不对。那这一套也是后来换的，它这个停止按钮换的也不对。他们说这一套控制现在不用，很明显这个也启动不了。它应该换这种停止开关，一按就断开的。找一下还有没有。我就换它都不换了，技术不行。我给你换这个吧。这个能好换吗？好换吗？这个开关不对是吧？开关不对。其实我也没想到故障原因这么简单，我还以为是一个自动化的控制设备。换好了，美中不足是这一个按钮是绿色的，要是红色的就好了。他们说不用管颜色，知道是停止按钮就行。那就启动停止看一下。你按一下，按一下，你启动一下。老师就是老师没问题。
就是一个开关坏了，换开关没换对。对，这开关不对。就这个。好了，一个简单的小问题，这样就给它解决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指点。